我有揸住啲 Bitcoin 咁樣，咁啊買咗啲 Bitcoin，virtual 資產變咗實體資產嘛，銀行接唔接受咧？冇收入嘅，咁即係或者係我暫時即係未揾到工作，借唔借到英國嘅按揭咧？咁如果我問屋企人借錢問媽咪借30萬咁樣，銀行會唔會 challenge 呢件事？如果係想做 Airbnb 或者係租俾政府咧，嗰個分別係喺邊度？好，今日咧就好高興啦，咁啊邀請咗 Selina 啦過嚟同我哋做呢個嘅 coffee chat 啦，咁就你都知道喺好有經驗啦，同好多香港人咧就做一啲嘅按揭啦，咁亦都即係做呢個 mortgage broker 咧，就都幫到好多即係香港人又好，當地嘅一啲人都好，就即係可能即係佢自住啊，即係買樓啊、收租啊，咁即係知道你都有做。咁如果我哋香港人去借英國嘅按揭，有冇啲咩唔一樣啦？負擔能力啊，譬如我可能冇收入嘅，咁即係或者係我暫時即係未揾到工做嘅，咁我都帶有一筆資金，我唔想淨係坐喺度。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，香港人借唔借到英國嘅按揭咧？可以講係借到嘅，咁其實好多嘅客戶咧，佢哋本身其實都可能退咗休啦，或者係我已經揾夠啦，咁我就移民去英國啦，咁我就唔會再工作啦，就想買樓投資，咁其實好普遍嘅，咁同埋就算你冇呢一個穩定嘅工作嘅收入或者係自僱嘅收入咧，其實銀行都借到嘅，因為英國嘅 buy to let 咧，主要其實係睇租金可唔可以覆蓋到你每個月俾嘅利息，其實銀行係唔太擔心你租唔出嘅，咁但係有一樣嘢注意啦。就係香港人買樓嘅資金問題係啦，咁因為英國審查資金啦越嚟越嚴謹嘅，咁包括啦香港人喺香港買英國嘅樓，甚至係香港人去到英國買英國嘅樓，咁如果你哋嘅資金咧仲係香港啦，或者係啱啱先轉過去英國嘅話咧，呢一樣嘢就要注意，真係銀行會問到底嘅，唔係譬如律師佢可能會我半年嘅 bank statement 得啦，或者啲律師係1年 bank statement 得啦，銀行唔係嘅，就算律師去查咗，佢哋都要去自己再查，係查到底。查到底嘅意思係，譬如你 OK 嗰筆錢係俾律師嘅，佢見到啦，你個 bank statement 上面有，但係可能同一個月咧，本身係有一啲大數入落嗰一個銀行嘅時候，佢又會問翻你呢啲大數出入係乜嘢嚟嘅咧？支出咁如果你話賣樓嘅話就最簡單啦，你賣樓你有賣樓證明俾翻銀行就可以。但係如果你話我每個月係即係一啲 saving 嚟嘅儲落嚟嘅，咁可能真係要提供翻比較長年期嘅 bank statement 俾銀行，相信你固定去咁樣去儲呢筆錢咯，係啦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即係我有揸住啲 Bitcoin 咁樣，咁啊買咗啲 Bitcoin 變咗啲即係 virtual 資產變咗實體資產嘛，銀行接唔接受咧？銀行接受嘅，唔接受嘅，即係有錢喺銀行戶口，我有1000萬佢都唔俾我買樓嘅。唔得嘅，因為如果銀行知道本身係虛擬貨幣去買樓嘅話咧，銀行直接會話俾你知唔接受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已經放咗一段時間㗎啦，其實都好長㗎啦。咁同埋你加埋本身其實自己有啲資產唔係淨係 Bitcoin 嗰邊出嚟嘅，咁我哋就可以幫你計一計邊一部分其實淨係用嚟 saving 嗰 part 啦。雖然已經撈埋咗啦，咁我哋可能俾銀行睇就會話 OK，淨係 saving 嗰 part 會用過去嘅啫。咁因為咁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去做到。但係如果你直接問銀行嘅話咧，虛擬貨幣唔接受。OK。問屋企人借錢問媽咪借30萬咁樣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銀行會唔會 challenge 呢件事？我而家問會嘅。係啦，屋企人俾首期咧係完全冇問題嘅，銀行接受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屋企人都要俾翻資金證明，譬如銀行可能最少需要6個月至1年嘅 bank statement 啦。如果媽咪筆錢又係買賣嘅話，咁又簡單啦，咁提供買賣樓宇證明啦。咁但係如果唔係喎，咁可能屋企人係儲錢或者定期啊，咁屋企人都要提供翻呢啲定期證明啦，甚至去到存款證明呢啲都要俾翻嘅，就唔係話我寫封呢個叫做 gift deposit letter 咁我就可以啦。唔係嘅，都要查翻，係啦。咁所以就呢個要留意翻啦，即係準備資料嘅時候就可能要準備充足。如果係想做 Airbnb
或者係租俾政府咧，個按揭產品係銀行係唔同，嗰個分別係喺邊度，同埋點樣去界定，點樣揀咧？咁好簡單啦。其實大類嘅話就係自住同投資啦。咁自住就比較簡單嘅一類型啦，自己住。咁投資嘅話咧，啱啱 Hubert 都講到啦，其實係分好多類嘅。咁我諗最大部分嘅係可能你哋會 OK，我買一個物業出嚟啦，我成間屋佢出租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一啲房東佢可能會覺得，我想買嚟，我想去分房去做啦。咁呢類型其實多過3個房，我哋去租俾唔同嘅 household 嚟講啦，我哋叫 HMO 啦呢類型。咁亦都會有叫 holiday let 啦 ，holiday let 咧就係我哋認知嘅 B&B， 但係咧同銀行嘅 B&B 界定又唔一樣嘅喎。咁因為我哋嘅認知咧 B&B 就 OK， 我放喺 B&B 度我就出租啦。咁就可能每一段時間就有人出租入去啦，就冇合約嘅嗰類型。係嘅，呢一類型咧，我哋應該叫 holiday let。咁至於 B&B 嚟講嘅話咧，佢哋就覺得應該係一半係 commercial 啦，做埋 breakfast 啦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 B&B 其實都同 holiday let 係唔一樣啦。呢一樣嘢要注意啊，因為可能你哋我同我講話，我想申請 B&B 嘅出租啊，但係最後可能問你咧，咁你係咪做埋 breakfast 嗰邊啊？佢哋話唔係啊，唔係啊咁就其實唔同咗啦。呢類型又，所以其實就有啲銀行佢做 B&B， 但係又未必做 holiday let， 做 holiday let 又未必做 B&B 㗎。所以咧係每一個出租類型咧，其實我哋都係分開唔同嘅按揭產品啦，同埋唔同嘅銀行去做嘅，就唔會話我申請一個按揭啦，我可以隨時換我出租嘅類型啦。咁其實銀行咧佢係會有要求，譬如如果你做 standard 啦，成間屋出租啦，你可能最少簽合約啦，即係同租客簽係6個月以上嘅。咁 B&B 嗰啲當然冇租約啦，但係佢哋睇嘅評估情況又唔一樣喎，因為 B&B 或者 holiday let 佢哋係會睇你季度嘅。季節嘅租金係點樣嘅？咁評估方法唔一樣。咁 HMO 都係啦。咁 HMO 分唔同嘅租客租同一個 property 嘅話咧，佢哋係會做一個叫做 investment valuation 嘅，即係佢哋係會分房去係評估究竟呢一個租金值幾多錢，而唔係成個物業去睇啦。係，即係大家要買物業嗰陣時都要諗定，就係話你想係點樣出租，咩出租嘅模式，咁先至係攞翻即係適當嘅按揭。係啦，都有好幾個朋友咧係有試過遇到租霸嘅情況啦。咁其實搞成個過程咧係真係1-2年嚟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想買呢一類型嘅物業嘅話咧，係比較難去揾到銀行借錢俾你嘅。唔係呢個政府啦，出告票嘅時候，你已經即刻還咧，都有咗呢個記錄咧，咁冇辦法啦。咁你真係可能要延遲你嘅買樓嘅計劃。大家好，我係 Hubert。我由2013年咧開始投資一個物業，現時咧擁有超過10個物業，收租咧超過港幣咧100萬一年。其實我都係咧一步一步、一間一間咧咁買呢啲咁嘅物業翻嚟嘅。開頭咧呢條路咧都唔係一帆風順，都行咗一啲冤枉路，同埋咧交咗一啲學費。喺2017年開始咧，我帶領超過5000名學生咧，用2年時間去建立佢嘅收租組合，每個月咧收租咧超過5萬蚊港幣嘅被動收入。想喺英國咧建立你嘅收租組合，想揾到你嗰支盲公竹，我嚟緊呢一個2小時嘅免費分享會，同大家咧深入講解英國嘅物業。click 下邊條 link 報名，唔好錯過啦！留意我 Hubert，包你咧行少啲冤枉路，走快人一步。